Hello，我们是史丹盖瑞。Hello。对，我们这一段时间有做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活动。什么活动啊，盖瑞？就是我们2个人一起去做了眼袋的手术。哇！对，你们现在看到我们的手术的成果，就是3个月后。其实我们在3个月前原本也是要拍片的，也是要安排出国，但是后来觉得说，每次在拍片的时候发现。我们的那个眼袋，尤其是我啦，因为史丹的年纪比较轻，然后我的眼袋是比较深一点的，然后也会看到黑眼圈嘛。对，所以那时候你不是都讲说，你要不要去做一下这样？对啊。后来史丹就花很多时间去咨询，然后后来我们就决定就给他做下去了。很多人都觉得说。我好像就是有没有睡饱啊？他说你有没有睡？还是说你怎么看起来那么累啊？但是那时候其实有去咨询，然后医生就有跟我讲说，我是有一点眼袋，然后但是眼袋有分就是眼袋型泪沟，然后那个眼袋型泪沟的话，这边的话就会有一个凹陷处，那看起来就会很累。对，原本一开始我们是只咨询眼袋，后来发现原来我们除了眼袋之外，还有印第安纹嘛，对不对？后来就发现其实我们不能只做眼袋而已，还要做就是自体脂肪移植，抽脂，然后脂肪就是移到就是打那个我们苹果肌啊，或者说印第安纹补这边，就是让它膨起来这样子。对，因为现在以前是眼袋呢。直接把它取出，那有一些人呢，眼袋取出的时候，这边就会凹陷。凹陷的话，就看起来其实会想象中的又更疲累。但是医生是说，这个算是一个小的一个新技术，就是把我们原本眼袋凸出来的脂肪，然后就是取出来移到我们的凹陷处，它把我们的凹陷处可以铺平。对，铺平在这边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是不是这边的话眼袋也凸出来的地方也消了，然后我们凹陷处也补平了，对啊。然后那次我们咨询医生跟我们讲说，我们除了这样做之外呢，他又发现了我们的印第安纹也是凹陷的。对。然后其实我的印第安纹凹陷之外，连史丹的印第安纹其实他虽然年纪比较轻，可是他其实也是有轻微的凹陷。对。那我是很严重的，所以各位可以马上看一下我之前的片段。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的眼袋是非常的明显的，这边很明显，然后这个地方这边有个眼袋，那眼袋因为黑黑的这块眼袋，那它就会形成一个泪沟，那这边也有一个凹陷，还有这边有一个凹陷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反光，这边有一块黑黑的，就是猫咪纹，就是所谓的印第安纹，很像没有睡饱的样子。那这个部分就是要请医师帮我处理。那至于怎么处理，就是要把这个眼袋的部分把它取出一些，还有一些部分会往下移去填我的泪沟。那填泪沟之后呢，那当然还会再抽自己的自体脂肪，然后放到就是我的这个猫咪纹，把它打进去这个猫咪纹这边，让它填补起来。然后我这次手术要做就是眼袋，然后还有泪沟的部分，还有那个印第安纹，我两边印第安纹非常的深，然后会抽自己的那个脂肪，肚子的脂肪，然后住在我的印第安纹这边，这个沟很深，希望手术顺利。刚刚大家有看到史丹跟盖瑞的术前的影片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大家应该看得到，就是我的泪沟，还有我的印第安纹是蛮明显的。对，那史丹的也是一样，因为现在是看到结果了嘛，对不对？结果看起来，我个人是，如果以满意度来讲的话，我是觉得是还算满意。那只是观众最想要知道，那你觉得你恢复时间大概会需要多久？你个人的，可能我算年轻吧，所以我的那个恢复的时间其实算蛮短的，跟医生讲的时间是差不多的，就是差不多1个礼拜。对，因为我们前3天其实都很肿，真的就是我们在手术的后，然后记录的时候，你们看应该觉得我们应该很肿，当然你们看到盖瑞的影片的时候。
应该是觉得说是蛮扯的。那大家看啊，你就知道说，我那时候还跟史丹讲说，我刚做完的时候很像那三道猴子，因为我这边整个爆肿的。我那个吧，你还蛮像韩国人的，就是这边比较高一点，颧骨比较高的。对。但是那时候我是每天都会去问护士、咨询师说，为什么我这边怎么会肿成这样子？其实术后是担心是很正常，因为只要是手术都会有肿胀。对，肿胀好像都是医生比较没有办法去预估的，他只能用一个平均的时间跟你讲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可能就符合那个平均值。对。但是我不符合，然后我肿胀的很肿，对。哦。这样子，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蛮担心的。我也是很担心啊，因为我那时候只是整个脸是真的很凸这样子，然后很平这样子，然后我就很怕说会不会就是消不掉这样子，因为其实我们到了1个礼拜后，其实还是但是慢慢的消，因为医生是说3个月嘛，那我就是很害怕说啊会不会消不掉，因为整个很平，就是没有那种对你当时你的那个卧蚕都没有出来，对啊，就是整个很平这样子，对，就是很像一个东西，然后帮你铺平的感觉，对，没有立体感，对，没有立体感，奇怪，那时候我就很怕说，是不是医生帮我打太多啊，还是怎么样之类的？但是后来其实差不多，现在已经满3个月啦，然后我是蛮满意的，那个卧蚕也出来了。很多人说，就是像迪卡，就是讨论区都有人说，其实3个月后那个什么脂肪会消失，会消，对，因为医生是说。会消50%嘛？对，就是如果打进去以后会消50%，但也会有人说，就是它完全全消，但是也是因为可能作息不正常啊什么之类的，这个还有体质的关系。但是按照我们的来说，其实我们3个月后了，我觉得我的脂肪的存活率好像还蛮好的。对，那后来我发现我个人是没有什么状况，就是说其实目前还是蛮饱满的。目前还是蛮饱满的，对，已经3个月。因为其实盖瑞它不单只是印第安纹，它还有夹凹法令纹，对，还有印第安纹嘛，对。那脂肪那时候反正主要是我一开始也是担心，你不是跟我讲说尽量少抽烟嘛，然后就是不然你要脂肪消掉怎么办？对，因为其实抽烟的话会造成血管的什么收缩。对，然后血液不循环嘛，然后你那边没有办法供应养分，对，脂肪就会慢慢又凋零，对，所以主要是这样。医生都说叫我们要多喝高蛋白，因为高蛋白有丰富的营养嘛，对，然后我自己还有吃胶原蛋白啊，对，就是因为我也很怕说，我的脂肪整个消掉，那其实我们做这一个手术，其实我们也是就觉得说好像浪费钱，对，因为蛋白质真的是供应我们身体的营养嘛，对。护理师都会教我们啊，对，然后其实都是就是很正常的，你前3天好像是用冰敷还热敷啊？如果说我们单纯只有就是做那个眼袋的就是转移的话，没有抽脂不去补苹果肌的话，其实是可以冰敷的。加3天后热敷温敷，但是像我们有抽自己的脂肪，然后打进去我们的苹果肌，医生是建议我们，就是护理师是建议我们说，我们尽量不要冰敷加热敷，因为这样会影响我们的脂肪的存活率。对，所以当时我们几乎都没有去做任何的。对，就是没有，我们没有做那个冰敷加热敷，所以我们才脸部才这么肿。不然的话，其实如果我们有配合冰敷加热敷的话，其实我们脸部的话，就是就不会那么的肿。对，没错。对。眼袋手术，就是转移到对，然后加抽脂的话。差不多8万到12万之间，12万不等这样。对，所以其实我们这次做的费用真的就是这样子，没错。对啊。其实我们这3个月其实是花了蛮多时间等待的。那等待的时间其实是很漫长啦，因为其实，在很肿的时候，你真的都会担心啊。但是其实到最后，你都会发现，其实你担心好像都是白担心的，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。效果是还算是还蛮 OK 的啦，尤其是史丹，我认为史丹的效果是比我还好，因为
你看它的侧面的苹果肌这边补的也算蛮蓬的，然后它原本的泪沟是完全已经看不太到了。对，观众一定很想知道我们真正个人觉得满意度怎么样？就是你觉得你的如果10分的话，你这次手术的满意度，你觉得你个人会觉得打几分呢？其实我觉得我会打9分。9分哦，也算蛮高的哎，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大家有看到我的纪录片的时候，我的这边是很凹的，然后这边就一块这样凸出来的。对，30岁以后胶原蛋白会流失，所以我们的苹果肌一定会流失。对，然后我的眼袋原本好像是从年轻的时候就是会有，但是30岁后就是好像更严重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每天这样子越看越觉得好像很累，有点老态，然后我就觉得做完我就觉得蛮值得的，就是觉得大家觉得说就不会再讲说你是不是没有睡饱，然后你是不是好像看起来是不是累，昨天是不是熬夜了什么之类的这样子。我有一点点的小缺陷，就是说，我觉得我抽出来之后，但我这边稍微是有一点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凹陷。我个人是觉得，但是我已经觉得很满意，因为已经是看起来已经是不会有疲累的状态了。然后我这边也是圆圆的，就是比较饱满，因为有自体脂肪又填补了这边这个印第安纹。然后，但是我的泪沟，如果刚刚有看纪录片的话，我的术前的泪沟是非常肿一块黑黑的，是因为皮松了，对，造成这边的话有一点点凹陷，对，有点小皱褶。这边大家仔细看一下，这边还是有点一个沟槽。但是比起大家前面看到的术前的影片的时候，你是很多层的啊，对，那时候很像，你不是都说很像气泡人吗？对啊，就一层一层这样堆叠起来。术后几天可以上班哦？对，术后的话，像我的话，其实我差不多术后第3天就上班了。第3天，那有被人家发现吗？其实因为第3天还在肿，因为第2天、第3天、第4天，你那时候看起来是超肿的啦。对啊，但是我戴口罩，但是戴口罩以后这边还是会肿，这边还是肿胀的。对，所以还是有被同事发现说，我这边怎么会肿胀这样子？那你觉得术后第几天有可能不会被发现？可能差不多第7天。第7天。对，第7天以后，因为它慢慢的在第3天以后就开始慢慢的消肿，术后第7天以后，其实开始都是差不多也恢复，但是也你不能恢复到说当然现在这样，但是就比较不会被发现说你是有没有去动什么手术这样子。对哦。我们做的是那个隐横眼袋手术，对，就是我们是从下眼睑这边直接开，然后从里面这样子取出来，然后再把这边铺平嘛。对。那以前的传统手术的话是外开的话就是比较会有伤口，然后外开也会有风险，就是说下眼睑外翻。外开的话是适合那个就是皮松的人。对，皮松就是说可能60、70岁，可能50、60岁，他已经皮很松了，然后要用外开的，因为如果没有用外开，因为他会用外开，然后配合就是修那个他的皮松的那些皮，还要剪一点皮。对，然后缝合这样子。对，可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怕下眼睑外翻。对，但是现在其实技术应该蛮发达的，所以我觉得医师他们的其实有一些医师是现在不做外开眼袋。对，因为他们觉得风险很大啦。我们也是做了蛮多功课的，所以我们才会想要做这个手术，因为我们也是怕说，毕竟眼睛手术其实算是眼睛也是算我们的灵魂之窗。对啊，那如果说突然弄到怎样的话，瞎掉怎么办？这样。因为那时候医生有跟我讲说，我的是接近要到外开了，因为我的我的皮松了啦，我的接近要到外开了。对，但是当初你是选择内开的原因，是因为你怕下眼睑外翻。对，我怕下眼睑外翻。对，OK， 这一次觉得也是很满意的啦。对，哇，对，所以我们要恭喜我们撑过这3个月。对啊，撑过这3个月这样子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，还有或者是IG 这边留言喽。对 ，OK，拜拜。